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几个问题？为什么手握百万雄兵，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到死都没能一统天下？为什么占据长江天险，手下名将如云的东吴，却永远只能龟缩在江东？为什么刘备打仗几乎没赢过，却能让五虎上将永远死心塌地，甚至让诸葛亮为了他的一句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三国演义》从来就不是什么简单的军阀混战、历史权谋爽文，它其实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魏、蜀、吴三家表面上打的是地盘，骨子里代表的是三种价值观，做出的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要理解这场实验，我们必须先看懂当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东汉末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书里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哪有什么虚无缥缈的大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根本不是因为出了几个昏君，也不是因为宦官和外戚打架这么简单，真正的原因是4个字：阶级固化。当时的社会资源被一种叫做世家大族的群体彻底垄断了。四世三公的袁绍家族就是典型。这些大家族兼并土地，垄断做官的渠道，底层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甚至连卖身为奴都没人要，所以黄巾起义爆发了。那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那是底层人民活不下去的绝望哀嚎。大汉帝国这座破房子，终于在门阀的贪婪和底层的怒火中轰然倒塌。在这样的废墟之上，要想重新建立秩序该怎么办？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3位主角，面对同一个烂摊子，曹操、孙权、刘备，给出了3份完全不同的答卷。而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当时实力最强，也是把现实主义玩到极致的男人曹操。如果要用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曹操，他绝对是一个顶级的互联网大厂 CEO， 而且是一个绝对的结果导向型领导。曹操的底色是极致的现实主义。在乱世刚刚开启的时候，别人还在乎名声，还在乎大汉朝的脸面。比如那个傻乎乎的18路诸侯盟主袁绍，天天端着4世3公的架子，但曹操不，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在乱世，道德是极其廉价的，只有绝对的力量和利益交换，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法则。那句著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其实就是曹操在乱世中确立的个人生存宣言。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我自己手里的刀。但是如果你以为曹操只是个冷酷的屠夫，那就太小看他了。曹操之所以能从一个刺杀董卓失败的通缉犯一路打拼成北方霸主，是因为他做了一件颠覆了整个时代规则的事情。这件事叫做唯才是举。刚才我们说了，东汉末年是个拼爹的时代。你想当官，得看你是不是名门望族，还得看你有没有高尚的道德名声，这才导致大量有真本事但出身寒微的人根本没有出头之日。这时候曹操站出来了，他连续下了3道著名的求贤令。在诏书里，曹操几乎是扯着嗓子对着全天下喊：各位，不管你是出身卑微的穷小子，还是名声败坏，甚至有过偷鸡摸狗行为的流氓，只要你懂兵法，只要你能帮我打胜仗，治理国家，我都给你官做。我不看你的道德，我只看你的 KPI。 这句话在当时的震撼程度，不亚于在古代社会投下了一枚核弹。曹操这是在干什么？他是在向传统的门阀士族宣战，他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绩效至上的价值观。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底层的活力。于是张辽、徐晃、于禁这些出身一般的猛将来了，郭嘉这种不拘小节、私生活还有点问题的奇才也来了。曹操的阵营变成了一个充满狼性文化的创业公司。
这种狼性文化的最巅峰就是官渡之战。很多人把官渡之战看作是曹操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但如果从底层逻辑来看，官渡之战其实是曹操带领的寒门精英创业团队对袁绍代表的43公旧贵族集团的降维打击。袁绍那边，谋士们天天为了家族利益互相扯皮，互相算计，袁绍自己也优柔寡断。而曹操这边呢，目标极其明确，执行力极其恐怖。许攸一投降，说出乌巢有粮草，曹操哪怕光着脚也要亲自带兵去烧粮，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行动力。官渡一战，曹操一统北方，建立起了三国中最庞大的魏国基业。在这个阶段，曹操的现实主义赢麻了。但是朋友们，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曹操的现实主义和绩效至上确实帮他打下了江山，但也为他后来的悲剧，甚至为魏国的灭亡埋下了一颗致命的定时炸弹。当一个集团只讲利益，只讲实力，而彻底抛弃了道德和信仰的时候，他内部的维系纽带是非常脆弱的。曹操晚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局，他手握汉献帝，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他想要加九锡，封魏王，最后取代汉朝。这时候他遭到了内部最激烈的反抗，而反抗他最狠的，恰恰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荀彧。荀彧是曹操的张良，帮曹操规划了统一北方的蓝图。但荀彧的内心是有道德底线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帮曹操是为了让曹操匡扶汉室。当他发现曹操要篡汉的时候，荀彧崩溃了。曹操怎么处理的？很简单，送了一个空的食盒给荀彧，意思就是汉朝的饭已经吃完了，你该上路了。荀彧服毒自尽，杀了荀彧，接着杀孔融，杀崔琰。曹操举起了屠刀，砍向了那些有道德洁癖、有信仰的人。从这一刻起，曹魏集团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利益结合体。大家跟着曹家干，不是因为什么忠义，仅仅是因为跟着你有肉吃。大家体会到这种现实主义的恐怖之处了吗？曹操亲自摧毁了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底线。他告诉全天下，只要实力足够强，就可以欺负孤儿寡母，就可以改朝换代。曹操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有另外一个家族完美的复制了他的这套逻辑，并且玩得比他更绝，更没有底线。这个家族就是司马家族。司马懿看着曹操的所作所为，心里大概在冷笑：丞相，这可是你教我的。既然你不讲道德，只讲实力，那等我司马家实力比你曹家强的时候，我篡你的位，你也别怪我。曹操用极致的现实主义搭建了最强大的帝国，但也亲手斩断了保护子孙后代的道德护城河。这就是曹魏的命运。他们赢得了现在，却输掉了未来。那么既然曹操这种只重利益不重感情的打法有缺陷，那如果有另外一家公司实行合伙人制度，大家互相制衡，讲究实用，是不是就能长久呢？让我们看看那些世家大族们是如何把争霸天下完成了一场极其精明的投资生意的。在《三国演义》里，东吴的存在感其实挺尴尬的。论霸气不如曹魏，论情怀不如蜀汉。很多人甚至觉得东吴就是一群人在江东苟着，时不时出来占点小便宜。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东吴的底层权力逻辑和曹魏、蜀汉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曹魏是曹操绝对控股的独角兽企业，蜀汉是刘关张以血本起家的兄弟合伙人团队，那么东吴本质上是一个极其松散的地方世家股份制公司。孙家从孙坚到孙策再到孙权，他们不是江东的绝对主宰，他们充其量只是被推举出来的董事长。
这家公司真正的股东是江东本地的那些豪门望族，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江东四大家族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世家。懂了这个底层逻辑，你就能看懂东吴在整部三国里所有那些看似让人匪夷所思的奇葩操作。东吴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精致的实用主义。什么叫精致的实用主义？就是凡事不谈理想，不谈主义，只算经济账。做任何决策之前，先拉个表格，算一算投入产出比，算一算性价比，有性价比就干，没有就拉倒。这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极限大考，就是全书的最高潮——赤壁之战。建安13年，曹操挥师80万饮马长江，大军压境，东吴的朝堂上炸开了锅。这时候，以张昭为首的文臣集团齐刷刷地站出来，苦口婆心地劝孙权：主公，咱们投降吧。在传统的叙事里，张昭这帮人被描绘成了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但朋友们，你们真的以为张昭是傻子或者单纯的胆小鬼吗？不，张昭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是在用纯粹的实用主义算账。张昭心里的账是这么算的：如果打，江东兵微将寡，打赢的概率极低，就算打赢了，江东也是生灵涂炭。这可是我们4大家族的家底啊。亏本，如果投降了，曹操来了，他要治理江东，依然得依靠我们这些熟悉本地的世家大族。也就是说，如果投降，对于孙权来说是失去了江东，但对于张昭这些世家大族来说，只是换了一个 CEO 而已。他们的荣华富贵、土地、佃农一样都不会少。发现了吗？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底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一旦冲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全个人。所以诸葛亮后来舌战群儒，把东吴的文臣骂得狗血淋头。诸葛亮骂的表面上是他们不识时务，骨子里骂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全是一群只盯着自己1亩3分地的精致算计者。这时候，年仅26岁的孙权面临着人生最大的考验。他是董事长，他不能投降，但他手下的大股东们都不想打，怎么办？幸好孙权手里还有一张底牌，那就是少壮派军方代表周瑜。周瑜的加入让孙权有了对抗投降派的资本。孙权拔出宝剑，砍掉桌角，大喊：再有言将者，如同此案。大家请注意，孙权这霸气的一剑不仅仅是砍给曹操看的，他更是砍给张昭这些江东世家看的。他在用极其强硬的姿态，强行把这帮实用主义者的利益和自己绑定在了一起，不想打也得给我打。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把大火，赤壁之战，东吴赢了。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甘露灰飞烟灭。这可以说是东吴整个集团在三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逆风翻盘。但是赤壁之战后，东吴的实用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变成了束缚他们一生的守城者的困局。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赤壁之战把曹操打得那么惨，后来周瑜又拿下了南郡，为什么东吴就是打不过长江，永远无法饮马黄河，一统天下？每次孙权带着10万大军去打合肥，都能被张辽几百人打得满地找牙。难道东吴的兵真的那么弱吗？其实不是兵弱，而是心不齐。对于江东的世家大族来说，把曹操赶过长江，保卫家园，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愿意拼命。但是如果你孙权要带兵北伐去打中原，对不起，我们没兴趣。打下中原对江东本地世家有什么好处？去中原做官吗？他们不愿意离开江南水乡，更何况打仗是要消耗钱粮，死伤私家兵丁的。
这种赔本赚吆喝、只长名声不长实惠的买卖，精致的实用主义者是绝对不会干的。所以东吴的军队打防御战、水战天下无敌，一到江北打进攻战，立马变成一盘散沙，因为缺乏一个统一天下的宏大理想来凝聚人心。整个东吴的战略视野被死死地锁在了长江以南。这种短视的实用主义发展到极致，就催生了三国历史上最让人诟病也最让人痛心的一次军事行动——白衣渡江。被刺关羽，建安24年，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把曹操打得都想迁都。这时候曹、刘、孙三家的力量发生了微妙的倾斜。按理说，蜀汉和东吴是盟友，关羽在前面猛锤曹操，你东吴应该趁机从另一边出兵，两面夹击曹魏，这才是真正胸怀天下的战略格局。但东吴是怎么干的？孙权和吕蒙一合计，哎呀，关羽要是把曹操打趴下了，那刘备一家独大，以后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再说了，荆州这块肥肉就在我们旁边，现在关羽的主力都在打樊城，后方空虚，此时不抢更待何时？于是吕蒙让士兵脱下铠甲，换上白衣，装作商人，偷偷摸摸地渡过长江，兵不血刃地端了关羽的老巢。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很多东吴的粉丝会把吕蒙白衣渡江吹成神级战术。是的，从战术层面来讲极其漂亮。从短期利益来看，东吴拿下了整个荆州，彻底巩固了长江防线，性价比极高。但从大历史的宏观战略来看，这不仅是一次无耻的背叛，更是一次极其愚蠢的短视。东吴背刺关羽，直接导致了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从这一刻起，南方两股势力开始了漫长的内耗，天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真正撼动北方的曹魏。东吴为了一个荆州的眼前利益，彻底葬送了三分天下、北伐中原的最后希望。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悲哀。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每一步都要计算得失。他们太精明了，精明到绝不肯吃一点眼前的亏。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算，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格局，失去了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孙权到了晚年，彻底陷入了疯狂。他引发了残酷的二宫之争，逼死了名将陆逊，大肆屠杀当年的功臣。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江东的世家大族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势力已经太大了，大到完全架空了孙家这个董事长。孙权想用杀戮夺回权力，但这只不过是这个实用主义集团走向腐朽前最后的挣扎。东吴这家公司因为算计而苟活，最终也因为算计而平庸，熬死了曹魏，熬死了蜀汉。最后在西晋大军南下的时候，当年的江东世家再次发挥了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直接开城投降。历史就是这么讽刺。那么在这个曹魏讲究冰冷现实，东吴充满精致算计的黑暗时代，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去撞个头破血流吗？难道在这个人吃人的乱世，就没有人愿意讲一讲仁义，讲一讲忠诚吗？有，这也是《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伟大史诗的原因。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南的崇山峻岭，去看看那个卖草鞋的落魄皇叔，去看看那个死守荆州的红脸汉子，去看看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倒在秋风五丈原的千古名相。让我们走进三国里最催泪也最浪漫的篇章——蜀汉的极致理想主义。朋友们，前面我们聊了曹操的现实主义和孙权的实用主义。说实话，在这两种冷冰冰的生存哲学里，乱世的普通人是极其绝望的。你不是可以被随意牺牲的 KPI， 就是随时可以被交易的筹码。但是只要是中国人写的故事，
底色里就永远不会缺乏一种东西，那就是浪漫的理想主义。在三国这个充斥着背叛、屠杀、算计的黑暗森林里，罗贯中硬是生生地撕开了一条裂缝，让一道光照了进来。这道光就是蜀汉。蜀汉这家创业公司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跟其他两家完全不一样。曹魏靠的是强权和军功，东吴靠的是利益绑定，而蜀汉靠的是信仰。我们先看蜀汉的创始人刘备。如果把刘备的简历放在今天，那绝对是一个经典的屌丝逆袭剧本。一个卖草鞋的没落宗室，带着一个卖绿豆的和一个杀猪的，三个人在桃花树下磕了个头，就敢说要去拯救天下。刘备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只能用4个字形容：惨绝人寰。他打了大半辈子仗，几乎没赢过，被吕布打，被曹操打，被袁术打，连老婆孩子都弄丢了好几次。他四处流浪，去投靠公孙瓒，投靠陶谦，投靠曹操，投靠袁绍，投靠刘表。别人创业是为了纳斯达克敲钟，刘备创业感觉就是为了不断的换地方挨打。这时候如果你是刘备身边的谋士，你肯定会劝他：老板别折腾了，曹操那么强，孙权那么富，咱们怎么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要不咱们也讲点现实主义，踏踏实实给曹操打工算了吧。但是刘备没有，别人都在抢地盘、抢人口、抢钱粮，刘备在抢什么？他在抢一样当时看来最没用，但实际上最无价的东西——人心，或者叫大义。建安13年，曹操大军南下，刘备面临灭顶之灾，不得不放弃樊城向南撤退。这时候发生了三国历史上最让人震撼，也最违背军事常识的一幕：携民渡江。10几万老百姓扶老携幼，拖家带口，非要跟着刘备一起逃难。10几万人的队伍啊，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而背后是曹操以一天300里速度狂飙突进的最精锐的虎豹骑，手下人都疯了，劝刘备：主公快扔下老百姓自己跑吧，再不跑咱们连命都没了。但是刘备说出了一句震古烁今的话：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吴，吾何忍弃去？做大事要以人为本，老百姓这么信任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朋友们，这就是刘备的底色，这就是他哪怕颠沛流离半生，关羽、张飞、赵云依然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原因。在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有人偏偏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在一个连皇帝都可以当作傀儡、随意拿捏的时代，有人偏偏要守着那份仁义不放。这种看似愚蠢的执念，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古典浪漫。但是理想主义的浪漫，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往往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这种代价在刘备称帝后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221年，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蜀汉命运的转折点——夷陵之战。东吴为了贪图荆州，背刺了关羽，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消息传回蜀中，刘备疯了，张飞也疯了。随后张飞因为情绪失控，鞭打士卒，也被部下暗杀。此时的刘备刚刚当上皇帝，蜀汉迎来了历史上的最高光时刻，但同时他也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战略决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怎么选最有利？当然是忍气吞声。曹魏才是最大的敌人。现在虽然丢了荆州，但蜀中天险还在。这时候应该稳住阵脚，重新和东吴结盟，共同对抗曹魏。就连最聪明的诸葛亮、赵云都在死死地劝刘备：主公，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啊！为了国家利益，这仇咱不能报。但是刘备听了吗？没有，他倾举国之兵，顺江而下，要去讨伐东吴。为什么？刘备真的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变成了一个昏君吗？不，如果你看懂了蜀汉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刘备必须打这一仗，这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大家想想，蜀汉这家公司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不是靠军功，不是靠分钱，是靠那年桃花树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是靠以义合伙的兄弟情分。如果现在二弟被人杀了，三弟被人杀了，我刘备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为了我头顶上的皇冠，连屁都不放一个，还要去跟杀我兄弟的仇人握手言和，那请问我刘备一直以来标榜的仁义算什么？蜀汉这家公司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如果连兄弟都可以出卖，那蜀汉跟那种随时准备背刺盟友的东吴，跟那种随时准备杀功臣的曹魏，还有什么区别？所以明知道打东吴在战略上是错的，明知道这可能会断送蜀汉的基业，刘备毅然拔出了剑。朕不为帝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是刘备作为一个帝王最不理智的决定，但这也是刘备作为一个大哥最伟大的绝唱。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刘备大败，退守白帝城。蜀汉的精锐部队、中生代将领在这一仗中几乎损失殆尽。1年后，刘备在白帝城凄凉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把一个濒临破产、千疮百孔的蜀汉托付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接下理想主义的接力棒，完成三国历史上最悲壮、最让人意难平的收尾。他就是诸葛亮。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地狱开局，外面魏国和吴国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叛乱，益州本土派蠢蠢欲动。这个时候的蜀汉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倾覆。但诸葛亮硬是凭着一己之力，生生地把这艘破船给修好了。他平定南中，恢复经济，重新和东吴结盟。等到国家稍微喘了一口气，诸葛亮做了一个决定，北伐。很多人一直不理解，蜀汉那么弱，曹魏那么强，魏国的实力是蜀汉的4倍以上，诸葛亮为什么非要6出祁山，9伐中原？为什么要这么穷兵黩武地去打一场根本赢不了的仗？留在四川盆地里好好搞经济，苟延残喘不好吗？如果诸葛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当然会选择苟着，但他不是，他是全天下最孤独、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诸葛亮出兵前写下了那篇感动了中国人近2000年的《出师表》，里面有一句话：今天下3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太聪明了，他比谁都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他更清楚，如果比拼消耗，比拼内政，弱小的蜀汉最终一定会被庞大的魏国拖死。王爷不偏安，如果不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蜀汉迟早是死路一条。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他对刘备的承诺里。20年前，在南阳的那个茅草庐里，那个卖草鞋的落魄大叔拉着他这个27岁年轻人的手，红着眼睛说要匡扶汉室。他被感动了，他给出了那份名为《隆中对》的惊世企划书。20年过去了，大哥走了，二哥、三哥走了，当年一起创业的元老都快死光了。那个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梦想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笑话。但诸葛亮不想放弃，别人都在嘲笑他螳臂当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兑现当年对一个知己的诺言。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54岁的他已经病入膏肓，他坐在4轮车上，遥望着魏国的大营，对面的司马懿就像一只狡猾的老乌龟，死死地缩在壳里。
因为司马懿知道，只要拖下去，天命就不在蜀汉这边。诸葛亮难道不知道吗？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魏蜀国力的悬殊，他知道自己寿命将近，他甚至知道自己注定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他依然选择了抗争。他明知道这终究是一场大梦，但他偏偏要在这必败的结局里燃尽自己的最后一点星火。这就是中国式的古典悲剧，不问成败，只问苍生定天命，只信本心，不信宿命。一阵秋风吹过五丈原，吹灭了那盏代表着大汉最后希望的七星灯。诸葛亮死了，伴随着他的离去，那个充满着极致忠义、极致浪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时代也随之宣告落幕。剩下的将是残酷的清算和令人绝望的深渊。看看当理想主义死去之后，没有底线的野心家是如何将这个天下拖入无尽的黑暗的。朋友们，随着诸葛亮的星落五丈原，属于天才和英雄的时代彻底拉上了帷幕。我们回望这几十年的天下大乱，曹操用极致的现实主义和唯才是举，打破了阶级固化，建立起最庞大的魏国。东吴世家用精致的实用主义和左右逢源，守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刘备和诸葛亮用浪漫的理想主义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燃烧生命，留下千古绝唱。这三家无论你喜欢哪一家，无论他们的手段是残忍还是仁义，你都必须承认，他们都是有追求的。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这片废墟上重建秩序。但是历史跟所有人开了一个巨大的、恶毒的玩笑，笑到最后的，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把这三者的底线全部击穿，代表着绝对虚无与精致利己的终极怪物司马家族。司马懿这个人在三国的前中期可以说是一直在苟着，他活活熬死了雄才大略的曹操，熬死了精明强干的曹丕，熬死了英年早逝的曹睿，甚至把老对手诸葛亮也给活活耗死了。很多人把司马懿的成功归结为隐忍和聪明，但朋友们，如果我们看透了权力的游戏，你就会发现，司马懿真正的必杀技根本不是什么绝顶的智商，而是彻底抛弃了作为人的任何道德底线。曹操当年虽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曹操至少还要脸。曹操一辈子都没敢称帝，他还得顾及一点大汉丞相的最后体面。但是司马懿呢？他把曹操当年踩在脚下的道德底线又往下狠挖了10000丈，直接挖穿了地心。这一切的集中爆发就在公元249年，中国历史上极其恐怖也极其恶劣的一个转折点——高平陵之变。那一年，司马懿趁着曹魏的宗室大将军曹爽陪着小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突然在洛阳城发动政变，控制了京城。当时曹爽虽然是个草包，但他手里有皇帝，有兵权。如果他号召天下兵马秦王跟司马懿死磕，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这时候，司马懿干了一件极其骇人听闻的事，他派出了所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劝降曹爽，并且对着洛水发下毒誓，这叫落水为誓。在古人的世界观里，对着天地山川发誓，那是极其庄严的。司马懿指着洛水说：“我司马懿对天发誓，只要你曹爽交出兵权，我绝对不伤害你，你还可以回去安安稳稳地做你的富家翁。”曹爽这个天真的草包信了，他觉得大家都是世家大族，你司马懿好歹是4朝元老，对着洛水发了毒誓，总该讲点信誉吧。于是曹爽放下了武器，投降了。结果呢？曹爽刚一投降，司马懿立刻翻脸不认人，不仅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了曹爽，而且直接诛灭了曹爽的3族，连他手下的党羽也全部满门抄斩，牵连多达7000余人，整个洛阳城血流成河。
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常规操作。高平陵之变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它彻底摧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和信任底线。以前的人打仗争权夺利，好歹还有个规矩，还有个底线，杀降不武，祸不及妻儿。但司马懿通过落水立誓，然后疯狂屠杀，向全天下宣告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潜规则：在这个世界上，誓言就是个屁，道德就是用来骗傻子的。只要能赢，你可以背信弃义，你可以不择手段，你可以没有一丝一毫的廉耻心。司马懿赢了，但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这天起，《三国演义》里那些关于英雄惺惺相惜、关于一诺千金的故事全部死绝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和比谁更不要脸的极度内卷。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司马家建立的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被后人瞧不起的朝代，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在极度背叛和极度虚无之上的政权，它没有任何道德合法性。晋朝建立后没多久，就陷入了极其荒唐的八王之乱，紧接着就是神州陆沉的五胡乱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长达300多年的至暗时刻。